本周我们去参观了东京最美的公厕，听起来很荒谬，但发现越参观越了解日本。到底是为什么愿意重金邀请重量级的设计师来打造都市里最臭、最黑暗的角落呢？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一直很欣赏日本人对干净的讲究，但看到了这本书才发现，他们对干净的执着已经到达了一种艺术的层面。当场决定，不但是要参观这些建筑设计得奖公厕，当然也要使用里面的设备。东京公厕计划的目的是改造都市最不起眼的角落，希望能够代表一个都市的美感，不是博物馆，而是公厕。很多的这些公厕都在涩谷附近。本周带大家来看我的 Top 10。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参观的东京公厕，很明显的叫做三个香菇，因为它在都市里像香菇一样冒出来。设计师希望使用者像是回到大自然一样，暂时停留甚至脱离都市的时间压力，因此我也在这边停留了。在这里释放会感觉跟大自然合一啊，毕竟很多的香菇都是从粪便长出来的。在代代木公园的对面有一个公厕，这边也有一个大家在练球的地方，但是谁敢在这个透明厕所上厕所？里面什么都看得到。你看，我进去的话，我也看得到外面。不过我一旦把它锁起来，哦，完全就可以释放了。这个厕所其实就方方正正的，只有刚刚那一招。不过这一招非常的独特，而且很适合日本人。我发现日本很多设计就是为了避免尴尬，你这样永远知道里面有或没有人，可以避免许多尴尬的行为。接下来要走过去的建物呢，是偶像设计的。如果建筑是你的兴趣的话，你不可能不知道这个设计师安藤忠雄 Tadao Ando。我念建筑2年，每个人都抄他的设计，但是这是他第一次设计公厕。他选择圆形的，因为他觉得厕所很有可能是危险的地方，所以不要有什么暗角，所以整个是圆的。我觉得对偶像有点不尊敬，光线都没了，决定明天早上再来。老婆，今天带你来看偶像。看什么偶像？先喝这个。好算不出来，对不对？那你问我为什么要放弃建筑？我记得你当时是不是有讲过，因为熬夜的很厉害，所以你整脸青春痘这样，是吗？是那个时候。其实我要蛮感谢建筑系的，让我知道，其实可以熬夜，做不出来可以选择不睡觉。你为了长相就，算了，还是不要好了。不是，第2年太辛苦了，而且建筑要念5年。现在我们在哪里？西布亚涩谷。涩谷是不是建筑很厉害？有后面的这个建筑物，米亚西达，本来是一个平平的公园，那当然这个商业区这样子做非常的浪费它的实力嘛，所以他把公园做上去，把它往上就对了。对，所以它的顶楼是一个公园，有滑板，有攀岩什么的。那下面呢就是商区啊。你看旁边的椅子好特别，像一个水滴耶，或者包子、馒头。就是这个建筑物也蛮厉害的，就是等一下看偶像的，不知道你会不会失望。可是你要想说，它只是一个公厕。这个是一个遮雨棚。Good。没有味道，没有味道。Tadao Ando的意思是，公厕常常是就是人家来啊，赶快用走。他希望这是一个聚集人的地方，想要大家在这里休息嘛。真的啊，它就是一个雨棚，所以如果太阳太大，如果有下雨，也可以在这边躲一下，然后想讲话啊，就是慢慢的离开这样子，比较舒服的离开。好了，体验怎么样？你也不能待太久，因为你没有欣赏哦。因为日本人，如果你看到别人在排队，一定会用得很快。真的，我上次就是排队嘛，里面的一出来还跟我说啊，
お待たせしました，就是不好意思，久等了。塔道安斗是光的那种 master，他很在意光就对了。当然要在意光啊。现在我们的光是穿过那个叶子，所以不会太强烈。那如果我们在里面，它又会 filter 一次，用线条再 filter 一次。你看这些光很漂亮哎。哦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啊，他请你帮我拍照。这是他种的，花园他处理的。哦，真的哦。哇，你看他为了他的工作非常骄傲哎。塔道安斗设计有个坏处，就是一直被拍，就会赶快检查一下拉链。Tokyo Toilet Project 都是有名的设计师，带你去看下一个，有可能更有名，应该是更有名。我们又到这个沙威玛店了。你上次说这个店很扁，我觉得沿路的很多大楼啊，感觉更厉害哎。欣赏建筑其实是最省钱的一种观光方式。怎么你最近的计划都要走路呢？因为我没有车啊。快到了吗？看你能不能找到。里面吗 ？No。这个？对。这厕所。蜡笔小新的教室 ，Exactly， 那么多很厉害的建筑里面放一个蜡笔小新的教室在里面，卡通跑出来。这个公厕的设计师超级有名，他就是 Bathing Ape 的创办人。当东京一直往前进步，他留在一个怀旧的时代，他就是不变。放在追求创新设计的环境里，反而细脚。旁边都太摩登了哈，然后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，好像学校哦。你有没有发现日本的厕所跟别国家的厕所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它有的是免治，对不对？每个厕所都有免治马桶，但是它没有一个东西——垃圾桶。因为日本人的习惯呢，就是要把自己的垃圾自己处理。就是公共厕所的垃圾桶非常的小，就是给女性用的。有垃圾桶吗？女生的有啊。女生的有垃圾桶。卫生棉带回家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啊。这里就变比较少观光客了，比较住宅，而且这个厕所就在高架桥的下面。第一间这个多功能厕所是不是很像电梯？啊，对，有一点像哎。有电梯按钮有没有？所以它的斜坡是第一个挑战，然后又是要在桥下。那这又是什么厉害的建筑师 ？Mark Newson， 唯一一个外国人。其实灵感是来自于日本，下面都是用清水模做的，因为日本的清水模非常有名。上面有一个像庙的屋顶，它的 inspiration 是来自日本的寺庙，然后又是 copper 做的，铁做的，一种铁。奥林匹克第3名那个是铜 ，Yes， 就在前面了，到了，你看不出来吗？那个是厕所。今天4个厕所，我最喜欢这个，它很明亮，里面都是全白的。这个厕所有没有像个艺术品？它不像厕所，这是溜滑梯，不同高度的洗手台，所以就是可以包容不同身高的人。就是突然这里来一个艺术品，还蛮酷的。Yeah。我还要讲一件事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啊？今天什么日子？今天10月啊。要拍你来，结婚纪念日。然后你都带我来看厕所，看一大堆厕所。14年了。14年。刚刚有问你说今天是什么日子，然后你的就是有点疑惑，我说我很会装疑惑，其实我知道。你知道 ？That's why 我选这个企划啊，就是厕所啊，它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的一个功能。我的人生非常需要你，一个家没有厕所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什么家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去厕所，这是象征啊。Happy anniversary， 可以吗 ？OK， 各位，我们现在在 AB 宿，我们要去找厕所了。Yeah， 可是你看起来累累的。我们1年前干嘛？要想好久哦，而且要看手机。结婚纪念日今年非常有记忆点。我觉得你喝醉了，这样绕来绕去。怎么可能一杯喝醉？这公厕也许是最多人经过的，设计理念是干净、舒服、融入环境。快到了吗？你知道那个玩具吗 ？Jenga 木屐。我们一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它像一个玩具，像乐高组成的。设计师给你一个童心感，融入这个环境。要进去什么百战百胜，什么大挑战啊？有一点。希望你出得来。散播他们的种子就死掉了。公的就是这样子啊，它只有一次机会，然后它就一次，然后来都来了。接下来的建筑师得到最高荣誉的建筑奖。如果你念建筑，你
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人的。这么厉害？可是我就不知道，所以我要研究一下。但是我看到他的说明，觉得有点感动，是因为他讲究安静的美感，他觉得建筑不应该抢戏，而是融入我们的生活。这栋建筑的外号是 Squid 鱿鱼，因为屋顶很像海底动物，融入旁边的公园。厕所外面设计这种椅子是蛮好的。我觉得应该设计在男生那边呢。对啊，都是男生在等女生的啊。你有没有喜欢过一个男生？可能一开始觉得还好啊，他很普通，但是好像每天当朋友之后越来越喜欢，这就是这个建筑物。就越来越美，可是一开始就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婚姻可以到14年。形状蛮特别嘛，对不对？设计理念更特别，就是他们想要设计出世界最干净的公厕。他们有去研究说，欧洲人60%在冲马桶的时候都是用踩的，不同人碰就会越来越脏嘛。所以这个其实是音控的。你说冲水，他听得懂中文？听不懂。你看它的音控 dekimasen 不行，只能用开的咯。很干净的。对，这边有一个收音的，可以用英文跟日文，可以说 open door、close door。这边教你很多日文，很棒的 idea， 但是故障了。好了，假装一下 open door。哇，谢谢你。没有研究这个厕所啊，根本不知道这是厕所，会觉得它是像一个 tree house。去书了。这是小孩子的。离涩谷车站不到10分钟，就有一个那么自然的儿童公园。公厕就设计像一个森林迷宫，让小孩有回到大自然的感觉。哇，对，杂志就是拍这间。杂志拍这间最大的，我可能要留到晚上，它打亮的时候会很漂亮。拜喽。这周我们去了那么多设计得奖的厕所，会让我想到日文有一个字 "kire"， 其实又是美的意思，又是干净的意思，代表说在日本心目中，美的东西不可能不干净。这也暗示说日本的公厕干净是理所当然的。这个整体的意识形态可以看见，日本人对于美跟干净是不可以分开的，所以愿意邀请重量级的设计师来改造都市里最常被嫌弃的角落——公厕。谢谢你跟我们一起逛东京得奖公厕，也完成了一项清单。欢迎订阅，就不会错过下次的影片喽。